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寓言与科学谜题交织的故事。1891年，荷兰地质学家维贝克深入爪哇岛郁郁葱葱的丛林。他是一位火山学先锋，曾亲眼目睹1883年爪哇附近喀拉喀托火山的大爆发，对火山的威力心怀敬畏。这一次，他追寻着一个埋藏在爪哇雨林深处的秘密，来到了巴东山的顶峰。在那里，等待他的不是喷涌的岩浆，而是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古代遗迹。在原始森林的包围中，维贝克发现山顶上横亘着巨大的石柱和台阶，一层接一层的露台通过粗砺的石阶相连，地面铺满扁平的石板，四周竖立着许多笔直如柱的安山岩石。每一层平台中央还有小小土丘，像是古墓，上面覆盖着石块，并立着两块尖尖的石碑。这些石头排列的错落有致，如同某种远古祭坛或神殿的遗迹。维贝克站在山顶，环顾四周，只见远处清脆的火山此起彼伏。这座隐秘在山巅的巨石阵仿佛在向他低语，诉说着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故事。回到当时殖民政府的雅加达，维贝克将这发现记录在册。从他的报告看，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持陶制器皿，只懂原始农耕的爪哇先民，真的有能力在这荒山之巅建造如此宏伟的石头神殿吗？神殿的建筑材料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六棱石柱，沉重而坚硬，而最近的这种石材产地距离巴东山有好几十公里之遥。要将成百上千根巨大的岩柱搬上陡峭山顶，再加以精心铺设，没有精密的规划和充足的人力，几乎无法完成。更离奇的是，当地人世代流传着关于这座山的传说，据说这是远古时代的遗迹，古老得超出想象。一些老人含糊地说，巴东山曾经是众神之山，经历过洪水与火焰的洗礼。而当年维贝克在报告中也不禁疑惑，这难道是史前大洪水遗留下的遗迹吗？现代考古学家起初认为巴东山遗迹不过是2000年前后某个印尼土著文化建造的祭坛，然而近年出现了不同声音。印尼地质学家丹尼希尔曼带领的团队在此钻探取样，声称测得的放射性碳年代显示遗址深处可能有9000年至2万年前的结构。换句话说，这座巨石平台可能始建于冰河时代晚期，远比已知最早的文明还古老。希尔曼甚至大胆提出，巴东山下埋藏着人类最古老的金字塔，可能是一个失落的远古先进文明建造的。这个惊人的观点立刻引发激烈争议，许多考古学家质疑这是伪考古学，反驳说山顶的巨石阵更可能是天然火山构造。然而，印尼坊间已有传闻四起，如果巴东山真的是上万年前建造的金字塔，那它会不会与某场史前大灾难有关？是不是人类祖先在劫后余生之际，为祭祀天神或纪念亡故的文明而建的丰碑？一时间，关于这座遗迹的猜想愈发神秘离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时间来到74000年前，那时候地球正处于漫长的冰河时期，气候严酷而干冷，但我们的祖先，早期的智人，已经逐渐从非洲扩散开来。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大约在10万年前，我们的直系先祖就踏出非洲大陆的摇篮，零星散布到中东、南亚，甚至远至东亚的土地上。7万多年前，人类或许已经在全球多地繁衍生息。然而，就在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变降临了，如同黑暗中的利刃，将人类的命运一刀两断。这场灾变并非传说中的洪水或神罚，而是来自大地深处的怒火。地处爪哇岛以北约1600公里的苏门答腊岛上，矗立着一座名为多巴的超级火山。砰！74000年前，多巴火山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喷发。想象一下，火山口瞬间撕裂，大地轰鸣，一股炽热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多巴火山喷出的火山物质多达数千立方公里，火山灰和岩浆如天女散花般席卷四方，熔岩流向燃烧的巨龙倾泻而下。相比之下，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火山爆发，比如毁灭庞贝的维苏威火山，1815年让全球失去一个夏天的坦博拉火山，甚至维贝克亲历的喀拉喀托，
都如同鞭炮与核弹的区别。多巴火山那一次喷发，相当于瞬间释放出数十亿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其威力之大，足以让整座山体崩塌，留下今天长约100公里、宽30公里的巨大火山口，也就是如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多巴湖。多巴火山的大喷发对地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首先是火山灰遮天蔽日，无数火山灰和硫磺微粒被抛入平流层，在全球天空中飘散开来，像给地球戴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面纱，阳光被遮挡，天空白昼如黄昏。据推测，在喷发后的数周内，全球气温骤降了摄氏5度以上，原本温暖的地区突然变得寒风刺骨。更糟的是，这场火山之冬并非昙花一现，火山灰持续盘桓空中，太阳仿佛从世界蒸发了，史前的天空昏暗无光，接踵而至的是漫长的寒冷和干旱。有科学家估计，在灾变发生后的几年里，全球平均气温降低了至少摄氏3度，冰雪肆虐，大地干涸。更诡异的是，火山喷发还导致异常的降雨和雷暴。有传言说，多巴喷发后的世界下了足足100年的黑雨，天空不断降下带着火山灰的酸雨，雷电交加，久久不见晴空。想象一下，白天如同黄昏，太阳消失，倾盆冷雨伴随电闪雷鸣，持续几代人的时间，这景象放在今天几乎就是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而在远古没有文字的年代，这场景唯有化作神话流传后世。对于当时地球上的生物而言，这场超级火山喷发无异于一次小型大灭绝事件，生态系统遭受重创，大片植被因气候巨变而枯萎，食物链土崩瓦解，许多大型动物无法在严寒饥荒中幸存下来。人类这种刚刚崭露头角的智慧物种，也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据后世推算，在灾变之前，地球上可能有几十万原始人分散生活，然而灾难过后，人类种群急剧减少，几近灭绝。根据一些科学家的遗传学分析，人类在那段时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瓶颈效应，我们的祖先数量锐减到令人心惊的地步，可能只剩下不到1000个人。有的学者甚至推断，当时全世界仅剩约500到800个能够繁衍后代的成年人。试想，今天随便一个小镇的人口就几乎等于当时整个人类种群的规模，这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只差一点点，智慧生命之火就会彻底熄灭在地球上。那么，这区区几百上千名幸运儿又是如何在那地狱般的环境中活下来的呢？对此，科学家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多巴火山爆发波及全球，离火山最近的南亚、东南亚更是重灾区，那里的早期人类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远在非洲的祖先虽然直接伤害小一些，但持续的火山冬天也让非洲气候干旱少雨，植物大面积死亡。当时靠采集狩猎为生的人们，食物来源几乎断绝。然而，人类终究是创造奇迹的物种，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祖先们的求生之路。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多处古人类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层特别的堆积，厚厚的火山灰下面散落着大量贝类和鱼类的遗骸。原来，当陆地食物耗尽时，我们的祖先把目光投向了水中。一些研究指出，正是海族拯救了人类。比如在非洲东部，如今埃塞俄比亚境内，有考古学家发现，在多巴火山喷发后的地层中，分布着许多曾经的河湖遗迹。在那场旷日持久的严寒干旱中，非洲的大部分江河都断流见底，唯有一些零星的湖泊、池塘侥幸残留。我们的祖先退无可退，只能聚集到这些最后的水源边。在干涸的古河床里，他们徒手就能逮到困在浅水中的鱼虾。在荒原上找不到一颗果子，却还能靠水洼里肥美的鱼类苟延残喘。这犹如上天垂怜，在绝境中为人类铺就了一条生命通道。科学家形象地称之为蓝色高速公路。祖先们沿着散落的水源点艰难前行，吃光这一潭鱼，再跋涉到下一潭。有了水和鱼，他们挺过了最黑暗的岁月。随着时间推移，火山灰终于缓缓沉降，大气逐渐恢复透明，太阳重新露出久违的笑脸。大约过了1-2代人的时间，
全球气候开始回暖，那场末日般的火山冬天宣告结束，人类种群止住了崩溃的命运，缓慢恢复元气。当天空再次湛蓝，当草木重新发芽，我们幸存的祖先望向四野，发现自己已来到了世界的尽头。那些跟随蓝色水路求生的人群，有的一路向东北走出了非洲之角，抵达了阿拉伯半岛，有的沿着中东海岸东进，穿过如今的两河流域南部，继续向东方迁徙。据推算，在灾后的1万多年里，我们顽强的祖先已经重新开拓出一条出非洲的路线。他们沿着南亚的海岸线前行，吃海贝，捕海鱼，渐渐来到了当时温暖富饶的东南亚大陆。然而，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还矗立着人类的劲敌，强大的尼安德特人种族。更北方寒冷的地带，也栖息着我们古老的前辈直立人等古人种。按理说，在智人劫后余生、元气大伤的状态下，我们并没有称霸世界的资本。然而历史却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也许正是多巴火山这场巨灾，在阴差阳错中赋予了智人后来居上的契机。经过万余年的休养生息，智人的队伍卷土重来。当我们的先祖从印度次大陆一路东进时，约在55000年前，他们的足迹再度来到了中东的门槛。这一次，他们不再是仓促出走、孤军奋战的弱旅，而是积累了10多万年海边生活经验，拥有更强适应力和想象力的新生人类。考古发现就记录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中东的马洛特山洞里，人们找到了55000年前智人的遗骸与工具。这处洞穴遗址堆满了锋利精巧的石矛和石刀，显然是智人打造的军械库。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洞穴与尼安德特人的最后据点之一仅相距区40公里。这意味着当时智人的先遣部队已经兵临尼安德特人的家门口。在多巴灾难后的2万年里，我们的祖先暗中积蓄力量，终于等到卷土重来的时机。曾经的版本之子尼安德特人或许在严寒中百炼成钢，但当他们尚在极地苦苦挣扎，智人却已凭借海洋的馈赠提前实现了飞跃。接下来的故事既残酷又诡谲，智慧的智人与强悍的尼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结局我们都已知道，尼安德特人在大约4万年前最终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少量基因融入了现代人。曾经地球上最聪明强壮的一群原始人，被我们这些从大灾难废墟中走出的八卦猴子彻底取代。尼安德特人的覆灭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步，但智人能够胜出，靠的不仅是蛮力，更是一种独特的想象之力。科学家分析了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发现尼人的脑容量甚至比我们更大，视力和体魄也极佳。但智人有更发达的前额叶和顶叶，这对应着语言、社交和想象力等高级功能。有学者打趣道，尼安德特人或许个个都是勇武的人中吕布，但智人善于吹牛扯淡，传播八卦和编织神话，这反倒成了制胜法宝。别小看了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本领，他们带来了高效的协作和无穷的创造力。例如，智人发明了投掷标枪的头毛器，可以在安全距离外猎杀猛兽。智人善于群策群力，组建起数百人的部落甚至更大的联盟，而尼人最多只是在2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活动。当一方是松散的几十人，另一方却能集结几百上千人为共同信仰奋战，胜负已然明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历了多巴火山浩劫洗礼的智人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凤凰涅槃，在逆境中激发出更强的社会组织和想象能力。这或许也是灾难赐予人类的恩典之一吧。转眼之间，沧海桑田，智人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疆域，足迹踏遍非洲、欧亚、大洋洲，最终在大约25000年前，连美洲大陆的最后一片处女地也被我们踏足。曾经危在旦夕的智人摇身一变成为横扫全球的物种霸主，从刀耕火种到农耕文明，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帝国，人类历史的宏伟画卷徐徐展开。然而，回望过去，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一切成就都建立在无数次灾难和灭绝的废墟之上。从几十万年前的艰难进化，
到7万年前九死一生的重生，再到后来图鲁尼安德特人席卷大地，人类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鲜血与烈火。有人说，人类是在第5次大灭绝后的幸存者基础上崛起的第6次大灭绝的制造者。因为自我们登上地球舞台以来，大约 65% 的大型哺乳动物相继灭亡。我们用智慧征服自然，也在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和破坏。也许正如某些神话所暗示的，人类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过客，而非被永远庇佑的天选之子。那么，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什么？人类漫长岁月里的这些劫难，又是否早已刻在传说与神话中，成为对后世的警示？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疑团，爪哇丛林中的巨石遗迹，为何让人联想到史前洪水？难道真有上古文明在大洪水或火山灾难中毁灭？幸存者在巴东山上建起神殿，向古神祈求怜悯？各地的远古神话似乎也在低语同一个主题：伟大的灾变曾反复降临，人类每几近灭绝，又在废墟上重生。例如，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大洪水，中国上古传说中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故事，印度神话中魔奴乘船躲避洪水的传说，美洲原住民关于大洪水和创世的神话，这些跨越文化的洪水传说，是否是对某次真实灾难的集体记忆？更奇妙的是，在世界各地的星空传说中，几乎所有民族都将天空一簇小星星称为7姐妹星或7仙女，也就是昴宿星团。可实际上，人类肉眼通常只能清楚地看到6颗昴星，为什么大家偏偏都说它有7颗呢？有学者猜想，这可能源自远古时期一次天象变动，或许某颗原本明亮的昴星后来变暗，使古人感觉第7个仙女消失了，由此编织出凄美的神话。然而，也有人大胆联想，会不会正是在某场全球性灾难发生时，人们注意到夜空中的昴星减少了1颗，亦或是因为漫长的火山阴云遮蔽天空，祖先在黑暗中只能找到6颗微弱的星光，于是口耳相传，说天上的仙女少了1位，听上去匪夷所思，却耐人寻味。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人类各大文明的创世神话里都有造人于黄土的桥段，无论是女娲团土造人，还是圣经中上帝用泥土塑造亚当，亦或古巴比伦神话里用粘土混神血创造人类，大家都说人是泥土做的，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对人归尘土、生命循环的隐喻，但何尝不可能另有隐情？比如，当多巴火山喷发后，漫天火山灰降落，大地仿佛被厚厚的灰泥重新涂抹一遍，劫后余生的人们在灰烬或泥土中踉跄爬起，又繁衍出了新的族群。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前世的人类都已毁灭，自己仿佛是从泥土中再生的新种族。那么泥土造人的神话，或许正是这样诞生的。这些古老传说难道不正是在向后人诉说远古灾难的真相吗？只不过千百年来，我们把它们当作神话，直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才逐渐揭开其背后的现实基础。事实是，科学与预言有时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古人用神话预言未来，我们用数据模型预测未来，本质上都是通过总结过去的规律来推测将至的命运。那么，有没有可能，关于人类将再次遭遇巨灾的预言，也隐藏在某些规律之中？当维贝克在爪哇密林发现那古怪的遗迹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线索将把我们引向深埋于时间长河中的周期奥秘。现代古气候学家研究气候变迁，提出了所谓邦德周期的概念。简而言之，在全新世中，北大西洋区域每隔大约1500年就会出现一次显著的气候震荡事件，科学界称之为邦德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伴随着气温骤降、大范围干旱或风暴增加，对史前文明产生过影响。例如，距今大约1500年前的小冰期、4200年前的气候突变，都可能与邦德周期有关。而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大，我们会发现更宏大的周期。地质学家绘制了地球5亿年来气候冷暖的演变曲线，呈现出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的周期起伏。比如，地球气候每隔10万年摆布，就会在冰期与间冰期之间转换。再比如，
有学者提出，生物大灭绝事件似乎每隔几千万年会集中出现一次，可能与太阳系穿越银河系盘面、彗星周期雨有关。这一切都说明地球灾变并非随机，而更像命运的钟摆，按特定节律摇摆。正所谓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无论在神话还是科学中，这种周期律都屡被强调。远古人或许将之称为神明意志或轮回报应，现代人则用冰芯和岩层中精密的数据去印证。具体到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人类是否正站在另一次周期性巨变的门槛上呢？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出现。首先，气候变化方面，现代文明的工业活动使温室气体激增，全球变暖趋势明显。然而讽刺的是，有研究表明大西洋洋流 AMOC 正在减弱，一旦这条地球暖流输送带崩溃，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反而可能陷入小冰河期般的严寒。最近科学家的模拟预测显示， AMOC 最早可能在2035年前后发生断裂式崩塌。一旦如此，后天电影中那种短时间内冰封北半球的可怕场景并非天方夜谭。想象一下，几十年后的某个冬天，北欧和加拿大突然大雪纷飞，严寒持续，粮食减产，气候剧烈失衡，引发全球动荡，这不也是一种可能的巨灾吗？其次，地质灾害方面，最近几年世界各地火山地震活动频繁，南太平洋的海底突然冒出一座威力惊人的火山，喷发威力据说是广岛原子弹的上千倍。环太平洋火山带此起彼伏，日本富士山、美国黄石火山这些沉睡已久的巨人也被传出出现异动。科学家监测到黄石超级火山地下岩浆在缓慢升温移动，但无法确定它何时爆发，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几千年后。然而，假如黄石这类超级火山在未来几十年突然觉醒，那其喷发规模不会比多巴火山逊色多少。美洲大陆将遭浩劫，全球气候也会被火山冬天笼罩。人类文明能否承受这样的重击，着实令人忧心。还有来自太空的威胁。古神的预言这个标题，说不定正暗指着某个名字源自远古神奇的太空杀手。你可能听说过阿波菲斯小行星的故事，这颗直径近400米的小行星以埃及神话中混沌与毁灭之蛇命名。就在2004年，天文学家曾经发布警讯，阿波菲斯将在2029年接近地球。如果那一次引力稍有偏差，它极可能在随后的一次回归时撞上地球，而撞击日期就落在2036年4月13日。消息一出，世界为之色变，人类第一次发现如此具体且时间近在眼前的撞地威胁。尽管后来观测精度提高，计算表明阿波菲斯在2036年撞击的概率已经降到微乎其微，但这一乌龙事件依然给世人敲响警钟，天外真的可能飞来横祸。要知道，6500万年前统治地球的恐龙正是一夜之间被小行星撞击和火山爆发的组合拳所灭绝。对比之下，我们人类侥幸在多巴灾难中存活，但并不意味着永远免疫于毁灭性打击。阿波菲斯虽然暂时排除威胁，可谁又敢保证不会有别的天外来客正悄然逼近？也许哪一天，我们抬头忽见夜空中一颗新的不速之客，那将是比任何核武器都恐怖的终极审判。在科学理性的光照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文明脆弱如斯，依赖的不过是一时风调雨顺的地球环境。然而地球母亲既然曾多次无情地重置生命的进程，将曾经的霸主一扫而空，又有什么理由不会第6次、第7次重演这一幕呢？无论是超级火山、巨大天体撞击，还是我们自身造成的气候崩坏，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巨灾的导火索。古往今来，无数预言和神话或许都在隐晦地指向这个必然的宿命，毁灭将再次降临，时间只是未知。玛雅人预言过2012年的末日，虽然那一次我们安然度过，但并不代表末日永远不会来临。也许2036年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也许它只是个隐喻的时间符号。然而，当下种种趋势却让人不得不将这个年份与不祥联系在一起。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都在对21世纪中叶前后的风险发出各自的警告。人类正高速驶入历史上从未面对过的险境，
全球人口空前庞大而高度互联，一场局部灾变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文明崩塌。古神的预言如果真的存在，或许就是要我们直面这个冷酷的真相。也许在爪哇密林的神秘遗迹前，维贝克百思不得其解的不仅是那宏伟石阵的来历，更有一种令人心悸的预感。难道我们之前已经达到过类似文明的高度，却因一场灾劫归零？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关于2036年的传说便绝非耸人听闻的迷信，而是前车之鉴，后车之鉴。试想，假如当年幸存的智人曾经发展出一定的文明，他们会不会以神殿、石碑甚至神话传说的形式将警示留给后代？巴东山的无名石阶下也许就埋藏着一段警语，等待有朝一日被解读。当现代人用卫星探测、考古发掘去重现这段历史真相时，我们才恍然发现，那些被奉为神谕的古老传言竟和最新的科学预测不谋而合。未来的某个时候，巨大的灾变还将降临，它会考验人类的团结、智慧与运气。如果应对不当，我们的下场可能不会比尼安德特人好多少。故事说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脊背发凉，但正如智人在万年前绝处逢生，人类总能在黑暗中寻找希望之光。现代文明毕竟掌握了远胜祖先的技术与知识，我们有太空望远镜监视小行星，有全球地震火山监测网预警，有粮食储备和科技手段来度过火山之冬。纵使2036年真的飞来横祸，我们也未必全无还手之力。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大自然这位古神，倾听他以周期循环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忠告。预言从来都不是为了坐以待毙，而是为了未雨绸缪。在古代传说里，人们敬畏天象异兆，因为那往往意味着帝国更替、洪水饥荒将至。在现代社会，我们则通过科学报告和统计数据，洞察风险的苗头。无论形势如何，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与准备是一脉相承的。最后，不妨让我们回到开头维贝克站立的那片爪哇密林山巅，想象一下，万籁俱寂中，古老的石柱静静矗立，他们曾目睹过多少个日出日落、乾坤翻覆。或许在7万年前的某个清晨，一小群劫后余生的人攀上这座山丘，俯瞰满目疮痍的大地。他们发誓要把这天地崩毁的记忆刻在岩石上，警示子孙，永世铭记。他们也许无从知晓未来的具体年月，但他们知道他还会回来。于是，先祖的预言就此诞生，代代相传为神话。如今，站在科技与文明之巅的我们，真的准备好面对下一次大考了吗？又或者，我们会重蹈那些上古移民的覆辙，在安逸中淡忘了危险的脚步声？历史的钟摆终将再次摆向终点。当古老的预言照进现实，人类唯有把握智慧与团结这最后的武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听完这个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后脊发凉，但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平静生活。无论2036年是否真的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怀着敬畏之心面对自然。科学还是预言，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未雨绸缪，方能化险为夷。让我们希望未来迎来的不是什么末日，而是更加清醒团结的人类，共同书写下一个文明篇章。谢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